万万没有想到，家里没有烤箱也能做出这么美味好吃的广式叉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鹏。前几天我断更了，因为我阳了。今天是我感染的第4天了，请原谅我的声音还有一点嘶哑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既简单又快速，而且不用烤箱的广式蜜汁叉烧。这样做的叉烧，它的味道一点都不输外面的烧腊档卖的。爱吃叉烧的不妨可以收藏起来，改天也试做一下。接下来跟着镜头一起来看一下我是具体怎样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适量的梅花肉。做叉烧我最爱的就是用这个梅花肉来做，因为这个部位肥瘦相间，而且它的肉质非常的细嫩。如果爱吃肥的朋友也可以用五花肉来代替，如果不吃肥的也可以用梅柳肉来做，根据个人的喜好来选择食材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将梅花肉的肥膘给它切下来去掉，这肥的我们可以留下来改天炒菜吃，或者是炒辣椒都可以，都是非常不错的。接下来我们再把梅花肉改刀切成大大的粗条，把它切成类似视频中这样子就可以了，不用切得太小的。全部切好之后，给它装进一个大一点的盆中，再往里面添加适量的温开水，将猪肉给它简单的清洗一下。将梅花肉清洗干净以后，给它捞出来沥干水分，先放开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些小料，准备几个红葱头，用刀给它简单的拍一下，将它拍扁就可以了。全部拍过之后，给它装进小碗中备用。再准备几个大蒜子，我们同样的将它轻轻的拍扁。还有一块生姜，我们先把它切成小块之后，再同样的将它拍扁。全部拍好后，给它装进小碗中备用。再准备一小把小葱，清洗干净以后切成葱段，然后先给它装起来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盘子，往里面添加3勺叉烧酱，用海天的或者是李锦记的都可以。再来上1勺半的蚝油，南乳1大块，还有2勺南乳汁。盐不用太多，一点点就可以了，因为其他的酱料有咸味的。再来上2勺白糖，生抽酱油大半勺，最后来上2勺高度米酒，没有的话用普通料酒也可以。接下来将刚刚切好的小料给它放进来，然后下手给它搅拌一下，将里面的调味料搅拌至融化，同时将里面小料姜葱的味道抓出来，给它用力的搅拌2分钟，将里面的所有食材的味道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这个时候我们将处理好的梅花肉给它放进盘中，然后继续的我们用手将其拌匀，让里面的每块猪肉都可以均匀的裹上层酱料。我们将梅花肉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之后，然后先把它放开一旁腌制4到5个钟头以上，不赶时间的话最好放冰箱里面冷藏1晚上，让它更好的入味。来，吃饱了吗？饱了吗？这个是我已经腌制了3天的，因为这期间我突然的话是身体扛不住了，所以我就冷藏久了一点。这个是已经腌制好的了，我们把它去掉姜葱，然后给它单独的拿出来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式的制作。我们起锅下少许的油，把油烧热之后，将腌制好的梅花肉给它放进来，给它稍微的煎一下。这个时候我们开中火，
将梅花肉的4个面都给它煎一下。我们将梅花肉的4个面都煎至微微的金黄色就可以了，不用煎得太久。大家看一下，煎成视频中这样子就差不多了。好了，这时候将腌制时候的酱汁给它倒进锅中。接下来我们先把它大火烧开，然后扣上盖子，转为小火，给它用小火焖煮10分钟左右。好了，这个时候已经是焖煮10分钟了，我们打开盖子来看一下。这时候锅中的汤汁已经是不算很多了，我们现在调为中大火，将里面的汤汁收至浓稠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制作不易，这个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那么就伸出您发财的小手，帮我点个赞呗。您的每个点赞和留言都是对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，感谢您。等到锅中的汤汁基本的收至浓稠了，然后再添加1勺蜂蜜进来。这个时候一定要记住，调为最小的火，然后用夹子将叉烧不停的翻动，让叉烧的表面均匀的裹上一层蜂蜜糖水。另外需要注意的是，蜂蜜下锅以后不用再煮得太久了，只需要让叉烧均匀的裹上蜂蜜糖水，立刻出锅。就这样，这个非常好吃的广式秘制叉烧就这样做好了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！做好后，我们先给它取出来，放在盘中。将叉烧稍微的放几分钟，不再这么烫手了，然后给它放在案板上，用刀把它改刀切成薄片。把叉烧全部切好后，给它装进盘中。如果觉得腌制的不够入味的话，可以把锅中的汤汁淋上少许，淋在面上就可以了。一道非常好吃的蜜汁叉烧就这样做好了。这样做的蜜汁叉烧，它操作起来比较简单，而且它的味道一点都不输外面卖的，吃起来真的特别的好吃。我家里的小朋友特别的爱吃叉烧，每次我只要做上这个叉烧，他都可以乖乖的把米饭全部吃完。如果您也爱吃叉烧的话，不妨可以收藏起来，改天也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哦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家常美食，关注我，关注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阿庞。在视频的结尾祝福大家，如果还没有阳的，千万要顶住，不然真的是太难受了。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